Hello， 爱奇艺 International Fans， 我是毛晓彤，我在《云香传》中饰演舒亚楠。我是陈晓，在《云香传》中饰演云香。Let's chit chat 。那么先请二位给大家介绍一下彼此在剧中诠释的角色吧，就是介绍对方的角色。陈晓在，我感觉怎么陈晓在《云香传》中饰演云香。觉得云香是一个有颜有谋，然后有大智慧，但武功废柴的一个人，武功废柴的一个人。那个小彤饰演的是那个舒亚楠，然后她还有一重身份，她在里边是一个侠女，是一个江湖儿女，然后她的武功很高，行侠仗义，然后并且心地很好。为什么我心虚呢？心地很好。你这话别人说行，你说我就有点心虚。那么二位最初被咱们剧本打动的点是什么呢？就是他够江湖，然后又有谋略的东西，然后情感有跌宕起伏，然后我对我这个角色吸引我，就是因为他武功特别的高，觉得演个侠女很过瘾。我是觉得《云香传》这个剧本它本身故事性很强，然后它还有一些悬疑的东西在里头，然后我们的导演也很喜欢悬疑的一些调调，然后会拍出来，我觉得会很爱看，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悬疑的东西。那么二位觉得这次所饰演的角色最吸引自己的是什么？然后像云香和舒亚楠这两个角色对二位各自有什么样的影响？云香对于我最吸引的是，她跟我之前拍的古装类型的角色完全都不一样，是一种新鲜的尝试。然后有什么影响我就不知道了。我觉得很可遇不可求的那么样一个角色，很可遇不可求。它满足了我从小到大喜欢的武侠世界，但是同时我又不用打。这最喜欢的地方。对。我跟他相反，是因为我以前虽然拍过一些古龙啊、金庸的那些就是翻拍的作品，但是一直都没有演过一个武功这么强的一个角色，而这次也是觉得他武功这么强，很吸引自己。然后对自己的影响就是感觉这个胳膊腿儿，然后多少年没活动了，然后这部戏又拉练了起来，而且也是第一次演这么一个比较豪气的女生吧，很江湖的这种感觉。那么二位觉得对方和剧中的角色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或者是反差比较大的地方？我觉得小彤跟这个角色相像的地方，可能就是我怎么说呢？怎么说呢？因为我看剧本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是小彤来演了。所以我看剧本的时候看的比较晚，就是当时已经小彤已经要来演了，所以我看剧本的时候，从第一刻开始我就已经带入小彤的形象在里头，所以可能从一开始我就觉得那就是小彤的这个形象。我也是看剧本的时候就是知道，我当时看他那个出场，我就觉得太合适了，就不知道为什么，虽然说大家好几年没见了，但是就是我对你那个印象，神雕还是停留在那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那个第一场戏的那种有点玩世不恭的那个状态，其实自己一点武功都没有，但是还可以说服他们，根本就没有动你的那个样子，就也是完全带入了，就觉得很符合。那么二位觉得这次的角色和以往的角色相比，最有挑战性的地方是什么？不打。好，真挑战。好，下一个问题是问小彤老师的。小彤老师一直在突破自己，尝试不同的角色。那么这次是狠厉的江湖侠女，请问这种狠厉的感觉，就是在诠释的过程中是怎么拿捏的呢？我觉得就是人狠话不多，就
就有的时候打戏打之前讲一堆话，我都觉得这话咱不讲了吧，直接打吧，直接动手吧。就是可能打起架来也没什么表情。就是我觉得武功越高的人，他可能越不会是面部表情非常用力的。除非真的遇到很强的对手，才可能会用力。就是像阎罗王什么这些，我跟他打就是没什么表情，就把他打死了这种。好。然后是问陈晓老师的问题，就云香这个人物，他看似很玩世不恭，其实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那么陈晓老师这次有为表现这个人物自己去设计一些什么样的细节吗？我觉得感谢我们的导演啊，我们的导演很用心，经常因为戏不是一个人演出来的嘛，是靠大家拍出来的，他给我们想了很多招。然后给我自己加了一些小的设计啊，包括还有我的一些设计都是我们的美术帮我加的。然后我们的导演经常用他怎么拍呀，用镜头啊，把那个神秘感给他拍出来。然后还是问陈阳老师的问题，就是粉丝们都很喜欢你演的古装戏，因为觉得你的古装的扮相非常的出彩。那你自己会更偏向古装的戏还是现代的戏呢？我喜欢自己随每一刻的这个叫什么喜好来啊。我要是现在不喜欢接古装的话，那我接个古装不受罪吗？对吧？但是我就去年觉得接了《云香传》真的。怎么说呢？这还蛮幸运的，真的蛮幸运的，而且我都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有我这么喜欢的一个古装角色还会再出现了，所以能接到就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了。好的。然后最近其实也有很多作品在和大家见面，包括各种类型的都有，能感觉到您在突破自己和还有一个转型。然后，那么在这中间，您最希望得到的评价是什么？不知道。没有，就是一种比较想得到的。我觉得我得到的东西，在拍戏每一个剧组的3到4个月的过程当中，我想得到的都得到了。这个是我最想得到的东西。然后《云香传》其实是一个架构很庞大的这么一个剧，情节也很曲折。那么二位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是什么？又说一遍。其实，在这个两个人情感关系就是互相利用、猜疑，然后情不自禁生情，整个过程中到最后就是彼此坦诚内心世界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有挺多戏都印象挺深刻的。都是观众看的时候，我相信也一定会被虐到，或者会被感动到。陈晓老师没有逃过，还是要。我随便说一场吧，其实真的像小童说的，好多场戏，因为我觉得戏也不是说哪一场是特别要怎么样好看，还是要连着看吧。我觉得整个跟舒亚楠的那一整段的感情脉络，我觉得都是蛮好看的，起码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我就说一场嘛，就是最后他要走的时候，那一场原剧本没有的，然后后来那天拍的时候多出来这么一场，然后是他收拾包袱要走，我在屋内等他走，倒好酒，然后他在门口他等了半天，他又没敢进来，然后他最后转身离开，你知道吗？就那一段，就基本上没话吧，那段没有台词，对，那段戏都没有台词，我还是喜欢没有台词的戏。好的。这次二位在剧中的感情线，像刚才陈晓老师说的，就是能感觉到非常的坎坷曲折。那么二位可以概括一下，在剧中对对方的感情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其实最开始就是利用，完完全全的利用。甚至有一个阶段瞧不上，不喜欢他的性格，觉得也不会功夫。但是后来就莫名其妙不由自主的就被吸引了，
其实他有一个阶段，我们也是拍了一些没有台词的状态。其实，可能当时观众看的时候都不知道舒亚楠为什么会有一些自己在沉思的一个状态，因为没有任何的台词，就只是一个状态在放空。但是当舒亚楠的真实身份揭露之后，可能观众如果再返回去看的话，就是发现其实他有一个非常矛盾和挣扎的一个阶段，因为他非常清楚。他现在慢慢喜欢上的这个人是跟自己的家族对立的一个身份，所以他也纠结挣扎过一段时间，然后后来还是义无反顾的就爱上了这个人，但是他又还是要继续骗他，又很难过，包括后来不告而别吧，离开，内心对云香的愧疚也好，还有自己的无奈也好，都是内心非常痛的地方。就还好后面，云香对舒亚楠还是很相信的，他完全理解他，所以这两个人最终还是一个好的结局吧。这个还是挺欣慰的。问的啥是吧？我说到一半我也忘了问的啥，我就顺着说下去。对方的感情就概括一下，对对方的感情是什么？对对方的感情是跟之前舒亚楠对云香也是一样的，也是先是利用，肯定先是利用，然后利用当中吧，然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喜欢上。都是有点这种。对。就是让喜欢上了以后发现不对劲，然后又开始怀疑，然后选择宁愿去相信，然后最后是骗自己，骗到最后骗不了了，大家都说你有问题了，然后再彻底不相信，然后不相信真的分了手以后，却又思念又怀念又希望他回来，不在乎被骗，然后就很乱七八糟。然后接下来是问陈晓老师的问题，就是云香这个人物其实能感觉到特别的复杂。那么您觉得对于他来说，就是在他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中，就包括复仇或者说交朋友，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对云香来说嘛，最重要的是用得上。就是他的交友之道。对，用得上。二位在剧中经历了家仇国恨，那么想知道二位认为剧中最虐心的一场戏是什么呢？其实我这几天拍下来，我觉得最虐的是娘死。这个对我来说，而且是娘的死是被自己的亲弟弟杀的。我演的时候就是很不能接受。这个我觉得是最虐亚楠的一个地方。我觉得最虐心的戏是被是知道那个舒亚楠是林渊的人，然后几次去试他的时候，去试探他的时候。如果二位觉得这部剧最能戳中观众的3个点分别是什么？就如果一定要给3个理由的话。3个点是，你先说。够江湖嘛，这个，然后还有，他的那个悬疑感，谋略的。还有就是，很多女性观众都喜欢看感情戏嘛，然后我们是不一样的套娃式感情，套路式感情。对。我觉得3个点是对，江湖，然后不一样的江湖，然后不一样的感情爱情戏，不一样的。没事，已经3个。编不出来了。
那么这次的《云香传》跟以往的武侠剧相比，二位觉得有什么样的不同？因为这是一种新武侠。我觉得不同就是不同在它不是以谁武功高低来说的算的，对吧？很多的武侠的世界里边，大家好像都在追逐一门邪门的武功。武林大会啊，排行榜。对，所以好像是一定要做上武林盟主才能够一样。但是我们这里边好像最厉害的，好像是拿头脑说话的，或者说是功夫和叫什么，智勇双全的啊。再往上就更厉害。好，那小鹏老师就是这个意思。好，那么这次在《云香传》剧组里面，其实二位都算得上是武林高手，有没有在就是整个过程中 get 什么新的技能呢？新的你有技能，学到什么？比如说拍打戏什么的，学到什么新的技能？雨中的打戏是第一次拍，然后一个打10个，而且是赤手空拳一个打10个，然后后空翻完2个礼拜腰都不舒服。是啊。对，就还是那句话嘛，因为以前饰演的武功都没有那么好，像国服那种就是。国服没有后空翻吗？没有，就是他武力值，就那会儿国服不是经常就被挟持了，或者是被什么，然后你还来救一下，什么都是这种。但是舒亚男是可以去救别人的，这个是这样的。陈晓老师呢？我没有，因为我在里边基本上没有打戏，所以在这方面就没有什么，都是文戏。那在就是比如其他方面，就是比如说什么武术啊、出老千这种。这没有。出老千。这个戏里边成语学了不少。梁老师剧本成语特别多，成语学了好多我不太会的，我还得百度查，边查边背这样子。然后二位其实都不太经常会发，就是咱们在组里的动态。不让发呀。对。我拍个抖音憋着，一直不让我发。是吗？也拍抖音。就是那么有没有什么在剧组的日常，就是没有分享过的，能跟我们在这里分享一下？什么意思？就是一些剧组的日常，然后咱们没有就是比如说在社交平台上面发过，但是可以在这里跟我们分享的那种。就好多呀，就是造型什么的，就都有好多都没有分享。就比如这个衣服的这个，我每一套衣服都有不一样的这个挂饰，我自己就还挺喜欢的。包括每一套衣服的这个耳环都是不对称的，也是我喜欢的。就虽然舒亚男是比较，就是剧里面大家看到柯梦兰都觉得啊是女生，觉得舒亚男都不是女的。我穿个罗裙，金世良都说你今天脑子有病了，就是你抽什么风都是这种。但是他还是会有一些很多的小细节的这种女孩子的东西还是有的。陈晓老师有吗？没有，好多都是在情节里发生的，私下没啥。好，然后是问小童老师的问题，就是粉丝都夸你其实特别会挑选剧本，想知道你挑选剧本有没有什么样的标准，然后之后有没有什么想要尝试的角色？其实我觉得演员都是，看剧本的时候都是感性的。就我看的时候，一定是我觉得我自己能看进去，被吸引了，包括角色也是，一定是觉得自己想象自己演这个是个什么样子，过不过瘾，那这一方面。如果要用一句台词来代表云香跟舒亚男二位各自都觉得应该是什么样的台词？我自己想的，我就是或不是嘛。啊，对对对，我就是或不是。舒亚男，我想想，舒亚男是什么台词？代表舒亚男的台词，我想一下，我一时想不到。舒亚男还要代表舒亚男的台词，就是他属于就是口头禅那种吗？还是说代表他的性格呀？都可以，或者是别人的台词。说什么呀？我怎么？
怎么突然想不起来？我经常我也不记得，说什么？我就不记得你有什么口头禅。对，就没有好像经常重复说的什么话。没事，那咱们我有代表性的动作，也可以，可以做一下就是动作就是拽我领子薅他脖领子，可以可以这个。还真的没有经常说的话。没有口头禅，好像没有。没有嗯口头禅要有的话，我们就用上。对，还没有行用摇头，对金石两的因为他的智慧他上去摇头他上去就是动作，他很少对用话语来表现，上去就是动作。然后下一个就是一个就是比较相似的问题，就是大家还是都很想知道二位时隔7年再次合作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没变化，马龙没有变化，真的，跟那时候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没有变化。小龙老师有什么对陈晓老师的感受？我觉得他是属于那种就是，就是你可能觉得就是好像稳重了很多，成熟了很多，但似乎对，但是一聊起来完全没有，还是那个少年。对，就是你之前你会觉得这么久了啊，这个人就是成熟稳重了很多。那你想没有，真的完全没有，还是那个样子。好的，那么最后可以请二位用剧中角色的感觉向大家安利一下我们《云香传》吗？角色的感觉就是这个戏，我也不知道好看还是不好看。是或不是？对，我不知道好看还是不好看。支持我们的就看吧。我要说什么？要凶猛其实就等于的是吗？是用角色的那个语气，凶猛的语气和这个腔子。飞飞镖。啊，说啥呢？就是会不会太暴力？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看《云香传》，你要是不看，我打你哦。对，这个可以，对啊，这个蛮好的。不看我打你哦。好，谢谢二位接受这次采访，希望大家多多关注爱奇艺国际版播出的《云香传》。好，谢谢。